中国10月的用电量再创新高，在全球电荒、用电量都抠抠搜搜、拆东墙补西墙、提高算力军备竞赛的当下，我们轻轻松松的原地飞升。10月全社会用电量达到8572亿千瓦时，同比激增10.4%，创下年内增速的新高。这个数据啊，看热闹的角度来说，咱家的生产搞得不错，10月的用电量增长，大家都不会觉得是天热开空调的功劳了。但是从看门道的角度上来说，电力不是仓库里的油、矿里的煤，需要的时候就多拿出来点儿。电总体上来说是不能储存的，用多少发多少，一下子增长10%，对发电、输电和电力调动的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纵观全球，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有能力承受这么大的电力需求的增长。这对于基建和技术的要求可不只是多10%这么简单，这就像让100米飞人的成绩直接再加速10%那么极限。这个增长和有增长就有供应的实力，才是真正敲打全世界心脏的地方。先简单介绍一下咱家的电都用哪儿了啊？第一产业13.2%稳步攀升，第二产业增长6.2%，第三产业17.1%的增长，再到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增长了23.9%。我之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社会的底层运转逻辑其实也是符合熵增熵减的理论的。社会熵增其实就是像房间不打扫，用着用着就乱了一样，社会呢也是如此，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环境，都会不可避免的慢慢陷入混乱和无序。只有能量被注入，比如开始大扫除了，整理房间了，有序才会被恢复。因为维持有序是需要能量的，社会也是一样，保持规则和有序需要能量的不断的注入。那现代社会最主要的能量形式就是电力，这么大规模的能量注入本身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有序高效的运转意义重大。细分来看呢，第一产业13.2%的同比增长，说明呢我们的农业电气化转型正在重塑产业格局。可以说啊，在种地这一块，咱家的技能从来都是点满的。缺能源、缺技术的时候，咱都能凭借美国人均耕地面积1/5的底子把饭吃饱了。你要是说电管够，它还挺便宜的话，那咱们可就上强度了。如今咱家的农业早已经不是传统的靠天吃饭的那种局面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5月的时候，官方组织过外媒记者走读中国，到内蒙古体验现代化农业，9月呢又到新疆见证绿色农业发展的奇迹。那是开局喝农药，结尾吃薯条啊！以蛋白质作为主要成分的农药，杀虫高效，对人无害。大棚里的智能温控、照明系统精准调控作物的生长，优质的番茄、草莓个大味浓，在沙特可以卖到$600一盒的白草莓长了满墙。水产养殖的电动增氧设备24小时运转，新疆沙漠里养鱼养虾，肉质鲜美，无海洋的污染。农产品从采摘到上市全程冷链冷藏，再到畜牧业养殖的自动化投喂、环境调控，电力已经成为了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核心支撑。上个月美国政府停摆，美国3.3亿人竟然有4200万人有上顿没下顿。大家对于美国地大物博、物产丰裕、农业科技含量高的这个认识是不是已经有点动摇了？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农业强国。从产值占比到产量到竞争优势等各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农业优势都是碾压级别的。什么叫碾压级别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各位就理解了。按照美元计价的农业产值，中国农业是全球唯一突破10000亿美元的地方，产值规模相当于第2到第10之和，这还是因为有汇率损失啊，规模以下未统计。如果参照美国或者印度的统计标准来说，中国的农业甚至可以相当于全球第2到第20之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大家再来理解一下我们的农业用电量增加是不是能更直观一点啊？这可不是蔬菜大棚里多点几个 LED 灯啊产生的能耗那么简单，这个消耗是实打实的成本，只有足够的消费市场才能支撑用了这么多能源的农业。而且中国的蔬菜水果生产量和消费量一直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这个第一的程度啊，是我们产了全球1半的蔬菜，吃了接近全球1/3的蔬菜，而且还越吃越好，越吃越贵。不是因为我们爱吃蔬菜，西方人不爱吃啊，是我们的农业有钱赚，而且越来越赚。今年1月20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提到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迈向世界第一方阵，特别介绍种业的方面的突破。要注意啊，就算是被西方视为威胁的咱自家的制造业，我们的自我评价都仅仅是认为我们进入了世界第2方阵。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和如今这个用电量，我们的农业水平、利润和产量就可想而知了。
然后就是真正的电老虎第二产业，作为用电量占比超过2/3的核心板块，第二产业5688亿千瓦时6.4%的工业用电增速，印证了制造业这个实体经济的坚实韧性。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脱钩的背景下，造车、造船、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重工业加速向中国聚集，带动电气机械制造业19.8%、汽车制造业12.1%的高速增长，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业也保持较快的增长。这说明的是，全球在政治层面上，不管怎么嘴硬，美国如何围堵，欧洲如何设置贸易壁垒，但是需求都很诚实。在我们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业能力面前，不是西方想不想依赖我们，而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难以撼动的核心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现在保持继续向上冲击的态势。美国在60年代的时候，工业产值达到全球的40%的时候，才是彻底锁定了美苏争霸胜局的基础。我们现在还差5%就能安全达阵，届时全球地缘都会日趋稳定，朋友遍天下的日子就快到来了。那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引用什么敌国条款，日本内部的利益群体就会把右翼的基本盘吃干抹净。政治从来都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根源在经济而不在政治本身。本次10月用电量真正增长的最大亮点其实在第三产业，17.1%的增速其实主要是 AI 产业的带动，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激增46%。作为全球数据中心电力需要的主要贡献者，中国的 AI 优化服务器正成长为电力消耗的核心增长点，46%的电力增长。同志们，能想象我们的发电能力、输电能力和电力协调能力有多强悍吗？这围绕 AI 算力中心的这一块地区的电力网络要承受的是激增的电力需求，哪怕是10%的用电量波动，对发电、输电和调动的压力都是巨大的。这既是供电有保障、输电有余量，毫秒级调动的实力，也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远见。要知道，这基建是早就做好的。而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推动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暴涨61.8%。上周我在分析中美 AI 两条路的时候就提过，现在据高盛的测算，美国28年电力缺口有20%。在假设美国可以在2年内解决私营电力公司和联邦电力公司的利益冲突问题、几千家电力公司的利益问题、输电网络的连接和老化翻新的问题，它也会卡在没有变压器这个小小的组件上面的问题上。自从跟我们脱钩断链了之后，美国一个变压器需要等26个月才能到货。现在对美国经济未来寄予厚望的人，本质上就是相信搞不定变压器的美国，却能搞定 AI 的全球领先的地位。谁不说一句，这个精神状态很超前呢？实际上，按照国际多个权威机构的报告，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内，除了中国，其他大型经济体全部都严重缺电。可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在拼命的卷电气化，还在不断的投建更多的电力系统，还在不断的推进电气化的应用。这个战略在初期开始是看不出什么高明之处的。我们不断的卷特高压输电技术的时候，更新输电网络的时候，以及调整自己的输电能力的时候，一度也是有很多批判的声音的。但是现在呢，虽迟但到，诚不欺我，美国和欧洲郁闷的不得了。从第一层看呢，中国是缺芯片，美国被电力卡着脖子。但是如果要是再加深一层思考，是什么？美国科技巨头们重金打造的先进的芯片，在没有足够的电力配合下会发生什么？往往这就意味着大量的芯片它是有闲置的，这可就有意思了。电储存不了，储存的成本是很高的，可是芯片的更新淘汰速度跟储存不了的电力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价值不断的流失。随着芯片的快速迭代，这些还没用上的高级芯片可就随着时间打了折扣的。时间在这个维度上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一般的在流逝实际上为什么欧洲的 AI 搞得像个傻姑就是因为 AI 这些最前沿的产业要的就是庞大的电力供给，而且还需要成本合适，获得及时，供给稳定。这个产业的发展诉求就直接将欧洲踢出了 AI 军备竞赛的游戏资格。虽然他们现在还觉得自己挺牛的，马克龙还在叫在没有足够的电力系统的支持下，今天中国境内我们觉得特别正常的事情，在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内部已经无法展开了。从无人机驾驶到人形机器人，到 AI 大模型迭代，到汽车电气化转型，到特高压输电等等，现在西方的停滞最本质处就是没有能源注入产生的熵增的结果。
产业无法保持可持续性的升级，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序，也是重大的社会危机。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而规律从来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公平的惩罚每一个违背规则的人。市场经济从诞生之初就是吃人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例子。除非你可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推升劳动生产率，简言之，只有足够的能源或者足够的技术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带来持续的商减，否则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是把双刃剑，发展的快，熵增也快。一次选择失误，其实就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国运彻底打断。可以说西方在炮制所谓的碳排放毁灭地球的那一天起，他们如今的结果就已经奠定了。在发展自身还是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而去阻拦别人的这两个选择之中，他们选择通过炮制危害地球的罪名来阻拦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使用，自己呢则通过去工业化来身先士卒，现在只不过是个巨大的回旋镖，直击到西方的脑门子上罢了。这么长都看完啦，关注一下吧。